大家好，我是13N。那之前有个人问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他说他在玩 GTA 这个游戏的时候，发现里面的车子红灯的时候会右转。他说：“奇怪，因为在台湾红灯是不能右转的。”他就问我说：“那是不是国外有其他不同的交通法规是跟台湾不一样？”那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做个整理，讲讲3个不同的交通法规，还有3个不同的交通习惯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先说我这台车是雅马哈 WR250X， 也就是249cc， 在台湾的话是白牌车。我现在很明显看到，我现在上的是高速公路，因为在这边只要是过150cc 的，都叫摩托车，就是 motorcycle。那 motorcycle 呢，一概都可以上高速公路。摩托车也相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因为在加州，摩托车可以车道分割，所以我在骑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堵车，或者前面车子比较慢的时候，我可以从2台车中间骑过去，非常的方便。通勤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怕塞车。那我觉得本来也应该如此，原因是因为大家也不想要看我一台摩托车跟大家一起挤的排站。今天摩托车可以从中间过去的话，也相对可以舒缓交通。那所以就是说，加州可以这样做。那我觉得这是交通法规最大不同，因为在台湾的话呢，第一个，不管你是不是大型重机，都不能上高速公路。那快速道路可以，可是高速公路不行。哇，这边塞车塞得蛮严重的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让我一下，像左边在 Subaru STI 就让一点路给我，然后大家都还蛮有礼貌的。尤其因为我现在也是安分的在骑，我也没有说一直狂冲，旁边给他刷卡。对啊，这台车有让我，非常好，谢谢。看，其实警察也在车道分割。好，那这是第一点。150cc 以上的摩托车可以上高速公路，路权与车子相同。那第2点呢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。红灯可以右转这件事情，那别人很会说，可是红灯右转不会很危险吗？你看你现在红灯，然后左边的路口那边还有另外一边的直行车要过来，你这样转过去会撞到吧？可是其实不是这样，因为红灯可以右转的前提是在于你在红灯的时候，你必须车子先停下来，完全在那个你的直路口前斑马线前面就要停下来，然后确定斑马线第一个没有人过。然后第2个路口净空，在安全情况，那你就可以继续往前，然后右转。所以是这样的前提之下，才会有红灯可以右转。你不可能就是直接跑到路口边，然后才转，那样是违法的，会开单。当然，有些用路人可能习惯比较不好，还是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但占少数啦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红灯，我要右转，我打灯嘛，然后我靠右，那我先停。确定没有车，对方也没有来车，然后过。那第3点呢，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左转，没有什么带转这种东西，因为你就是车子。所以我现在到左转线，等下左转就可以直接。好，右边这条呢是脚踏车道，它不是机慢车道。因为摩托车就是走在路上，你是一台车嘛，所以不会靠边骑。好，那我刚刚统整呢，就是 150cc 上就是摩托车嘛，可以上国道，路权一样。那还多了一点点可以车道分割。那第2个，我刚刚说红灯可以右转，那每台车都是只要红灯，然后确定路口净空，然后没有行人，安全就可以过。那第3点就是摩托车也没有什么待转区，那旁边也不会有机慢车道，所以这点是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我现在想讲的是，骑车习惯的不同。好，你先看我右边这边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右边 stop sign， 然后地上有写 stop。这个就是停的标志。那这个停这个标志在台湾其实巷弄里面也都有。那主要就是你必须要在这边停住，然后确定
路口净空没车，然后要右转要左转要直行，就随便你。可是一定要在那个号志前先停下来，完整停下来。那我现在可以看台湾其实也有这个东西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有人会在这个号志前面停下来，从来没有。那用意很明显嘛，就是要在进入口之前能让你先停下来，然后确定没车，安全才能过。可是台湾人的习惯就是直接先骑过去，然后也不会停下来，然后眼睛看没有车没有人，然后就直接跑，就比较急嘛。然后久了之后，大家以这个就是参考而已，也没有真的在看。这是我觉得习惯不一样的地方的第一个。好，我说法规一样，可是习惯不同，还有地方就是超车这部分，尤其在山路上面的时候。台湾人因为骑摩托车，尤其小台摩托车，习惯已经在右边骑车，所以每次在山路上骑的时候，他们要超车，他们也习惯从右边超。可是其实法规有讲得很明显，超车一定是从左边超车嘛。那可是大家习惯就是会从右边去挤，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危险的。可是可能大家更怕从左边超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因为超车线的设计就是设计给从左边去超车嘛，不会在同一线道从右边超。我觉得这是习惯不一样的地方啦。不过因为大家驾驶人、开车的也都习惯摩托车从右边骑过去，所以可能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默契。不过在美国，如果你从右边超车的话，哇，第一个对方不会找你来，第二个吃罚单吧。好，你看我这边后边有个 stop sign， 我停下来，然后左边他们也有 stop sign， 所以我先到，载车过去之后换我，然后过。好，那第三个习惯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我觉得是礼让行人这个部分。那在美国这边，行人最大，然后接下来脚踏车，然后接下来才是摩托车跟汽车。除非你的行人他今天是违规，然后就穿越马路。可是通常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大家都还是蛮有耐心，会让行人过。那像这种前面的这种号志，那当然是绝对很明显啦，那就是让行人过。好了，那刚刚讲的3个法规的不同跟3个习惯的不同呢，我觉得是蛮明显的差异。那如果我有找到更多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我可能会加在我的部落格，也就是 13N.TV。那如果有更多的话，我可能我会做另外一个影片，然后做补充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了，谢谢大家。